印军迷之自信，装备的认知缺失，让中国看了笑话。印度近期在中国周边可以说是动作频频，而外界猜测印度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很可能在做应对随时发生冲突的准备。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军近日在班公湖展开了一场军事演习，其主旨就是表明印度已经完全控制了班公湖的一部分湖区，并进行随意的军事行动。对于这次的军事部署，印度军队看起来非常的自信。从印度媒体发布的视频与图像上看，印度陆军此次演习出动的是 BMP 步兵战车。但凡懂军事的朋友就会指出问题，一个陆上步兵战车怎么能做到两栖登陆的军事用途？这个原因我想只能留给印度人自己去领悟反思了。而 BMP 作为陆军的装甲步兵战车，先不说战车本身是上世纪的装甲产物，但是 BMP 在历史上的战场表现也是平平无奇，所以在欧洲市场就遭遇了生产与引进的市场寒冬。BMP 最主要的弱点就是6到22毫米的薄弱装甲，在遭遇重型反装甲武器的时候，就会明显被压制和摧毁，并且武器系统的短板也是暴露无遗。射击精度的缺失常常会因为后坐力的问题导致无法击中目标，而 BMP 战车的73毫米锥形弹头对付敌方装甲也是力不从心。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印度利用 BMP 陆军战车在水上7公里的时速进行两栖作战，这无疑是要被对手当成靶标进行打击，让本就没有特长的印度 BMP 陆军战车成为军事圈的一大诟病。有人欢喜有人忧，这次印度在班公湖的作战军事演习不仅让印度失了颜面，让中国找到了把柄。面对这次印度的装备比武，我们依然是从容应对，见招拆招。我军在班公湖保留的多艘928战斗巡逻艇的水面力量，虽然火力打击和防护力量都不算太强，但相比于印度的 BMP 战车临时充当巡逻艇的战斗回应下，其实也已经够用。当然，我军也有应对两栖作战的优势装备，比如 ZBD-05 和 ZTD-05 两栖战车都是两栖作战的不错选择。以 ZBD-05 和 ZTD-05 为例，水上时速近50公里的作战机动性与105毫米、30毫米机炮，让这两款战车拿下世界两栖装备的作战头牌。战车在装备了滑行板装置功能下，让战车在水面类似快艇一样做到灵活打击。不仅如此，战车的两侧还有装甲侧裙，既提高了稳定性，还提高了安全性。在渡航的同时，利用轻型坦克的机炮做到随时开火不致翻沉的强大作战效能。所以在面对诸如印度的 BMP 陆上战车，别说是火力对抗，冲撞击沉都是有可能的。从这次印度班公湖的军演例子告诉我们，根据作战环境布置合适的战斗装备是如此的重要，术业有专攻，作战亦是如此。在面对未来高强度与高技术的战场对抗，没有做详细的作战规划，就只能被战争所淘汰。到了真正两军对垒的时候，就不是盲目的炫耀那么简单了。